嗨，大家好，我是小丁。今天小丁要说一个女知青年秀秀为了回城出卖自己的身体，最终走向毁灭的故事，名字叫做《天域》。这一部电影由于太过于现实，至今都没有上映。秀秀是一个成都的16岁花季少女，当时她响应国家的号召，成为一名光荣下乡的知识青年。她告别了痛哭流涕的母亲，带着喜欢男孩送的万花筒，坐上了汽车前往他乡艰苦的知青生活。秀秀去的地方有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知青日子很累，每天都是劳作，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能饭后聚在一块看电影。然而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电影黑幕后里会冒出一双双脏的咸猪手，还有无缘无故失踪的女知青。草原平静的外貌下似乎隐藏着种种危险。这一天，会计叫秀秀过来和他商量一件事情。原来他让秀秀和一个牧民老金一起去更远的牧场放牧。老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民，但是年轻的他经历悲惨，因为一次打架斗殴，他被人把命根子割了。秀秀之所以答应会计也是如此，丧失调性能力的老金不会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于是秀秀和老金就去了更远的牧场里放牧。但是地广人稀的草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筑物，再加上牲畜的流动，老金与秀秀住的是流动帐篷，帐篷里只有一张床，而老金是一个汉子，秀秀是一个黄花闺女，心里不免有些过意不去。尽管老金把床让了出来，但秀秀还是警惕着老金，于是等到老金熟睡后才洗漱擦拭身体。来到这个偏僻牧场的第一夜，警惕的秀秀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坐在床上。老金的人似乎也不错，他并没有对秀秀另眼相看，反倒十分的照顾秀秀。因为秀秀喜欢洗澡，老金就在草原上挖了一个大坑，用帆布盖住，再往里注些水，等到正午太阳把水晒热，到晚上秀秀就可以洗澡。时间不知不觉6个月已经过去了，今天秀秀就要离开这个牧场回去了，因此她梳妆打扮好，满心欢喜的穿着鲜艳的衣服，在镜头前不断的端详着。但是厂部并没有派车子接她回去，秀秀很失望，但是她仍没有放弃这个念头，每天都在眼巴巴的望着草原边上能有一辆车子接自己回去。秀秀问老金说，明天会有车子来接我吗？而老金只是嘴角上扬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终于有一天，草原地平线上终于有一个知心模样的青年男人赶着一辆牦牛车来了。秀秀感到希望来了，但小明并不是来接他回去的。他透露了一些厂部的消息，他说现在知青都闹着想要回城，像他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孩现在都走进领导办公室争取，很多人已经回到成都了。小明还说他有一些门路可以帮助秀秀回去，临走前还给了秀秀一个苹果。小明走后，秀秀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又开始继续等待，继续眺望着那个草原上的地平线。终于有一天，小明回来了。为了锁住小明的心，能够帮助自己回去，他在帐篷里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小明。之后男人赶着车又走了，并不向他透露我会回来，于是秀秀又带着希望的送他离去。果然这一天，一个骑摩托的大柱来到秀秀的牧场，对男人说自己有很大的权利，之后转身看了看秀秀住的那顶烂帐篷，大气的说道，我可以给你送来一顶新的帐篷。也许是为了交换，秀秀再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给了这个大柱。大柱完事儿后又给了秀秀一个苹果，而这一幕正好被老金看到，老金只是默默地背对着秀秀，一言不发。最后秀秀对老金说，我想要水。老金二话不说骑马前往10里之外的地方打了水回来。秀秀并不是渴，而只是用打回来的水洗净自己的身体，洗净大柱给的那颗苹果。或许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一开始来的小明用花言巧语骗了秀秀的第一次，紧接其后的大柱也估计是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的秀秀像一个妓女一样迎接着草原上来的各色男人，这些男人都是来占了便宜之后拍拍屁股就走，而且每个男人走后还都会给秀秀一个苹果。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从帐篷里出去进来，进来又出去，而秀秀还是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偏远牧场里放牧，她始终都没能回去。秀秀的心里彻底崩溃了，老金也看不下去了，并大喊着对秀秀说，你这是买卖。而秀秀说道，你不跟他睡，他就堵你的路，一碗水端平，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秀秀认为用自己的身体能够换来让自己回去的名额，但她哪里知道这一个又一个男人都只是来白嫖的。后来秀秀怀孕了，老金带着秀秀来到厂部的医院里做流产，做完流产出来后，秀秀认识了小张。小张已经拿到了回到成都的名额，因为他在做农活时把自己的脚趾弄伤了。为了回到成都，秀秀也想效仿小张，于是他拿着老金的那把猎枪对着自己的脚趾，但是他迟迟下不去手，一边是疼痛
口，一边是回家的欲望。他把步枪交给了老金，渴望让老金帮助他打伤自己。两声枪响划破天际，文秀和老金的尸体躺在了那个露天浴池里，被白雪覆盖着。秀秀再也回不到成都了。天域是一部让人尤为震撼唏嘘的作品，这不仅是源于电影对文革敏感题材大胆的设计，更在于导演陈冲用一个花季少女的视角为展开，其从淳朴天真到水性杨花的蜕变，在内伦理道德的沦丧过程中，电影一步步的将人性的丑恶得以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于此中，其用这样一场沉痛的悲剧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所着点的也并非只是对于一个时代问题的肤浅控诉，而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究竟是什么让人顿失了人性？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可怜的人们是怎样度过艰苦日子的？看文秀被无情摧残，老金心如刀割，而最后选择与秀秀一同死去，或者是为了解脱，也是老金对秀秀爱的表现。我是小丁，喜欢的就关注转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